我不叫海妖先生，我叫齐斯里。一会儿好看，一会儿好听，你怎么只会翻来覆去说这种词？小孩，回家之后记得扩充一下你的词汇量。
Anunu na bunu kenda. Yubung dengazua boji.在关心别人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你自己？不用，不用大惊小怪，这点伤不算什么，很快就能痊愈。绿色那瓶，对我来说什么药都是一样的，没什么。受伤的是我，怎么你的脸色比我还难看？不是。你在看什么？还是不一样的。我早就说过了，这点伤不算什么，
是你不相信。不过看一只笨鸟为我担心，好像也不坏。要不是我失去了灵力，你的这点伤根本不需要什么药膏。没什么。我在想，你的情绪几乎都写在了脸上，到底是怎么骗过那些人的？你那堆乱七八糟的鬼话，居然也有人相信。我的确不懂，我只知道，刚刚某人的行为也是一种赌博。你贸然站出来救我，就不怕他们对你不利？以后不要再让自己陷入危险。我看你演得挺开心的。你认为在不认识你的情况下，我会配合你说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海妖的语言吗？某些人每年都来这里念一遍自己的名字，让人想忘都忘不掉。我可不是在等你，只是凑巧路过。你那些浮夸的东西里难得有2件能看的，我就收起来了。为了防止它被海底的小鱼吞进肚子里，影响消化。如果说你的审美还有拯救空间的话，那么厨艺，我建议你可以放弃尝试了。你是不是加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？原来是塔波香草。如果运气好指的是被封印灵力的话，那我是不是该好好感谢那个给你出馊主意的宫廷厨师？不然你以为我怎么会被人类的渔网所捕获？那倒不会，塔波香草只会暂时在我体内起作用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失去效果。如果我能恢复灵力，事情会变得简单很多。唯一的方法是加快它在我身体里的消耗速度。我最好多弄出点动静，好让那些人快点发现我们的逃跑意图。这果然是你能想出的办法。我
没什么害怕的。老鼠。我一定是疯了，才会相信你的鬼主意。还是想些正常点的办法，比如用他们的逃生船离开这里。需要用点手段引开他们。你先上船。好。你幻想的重逢是什么样的？这很好解决，以我的灵力，驱散几片乌云不成问题。什么？想的倒是挺美的，就是心眼没几颗，陌生人的船都敢上。那某人在甲板上被船长骗，差点丢了性命又怎么说？当然是用眼睛看到，用耳朵听到的。还不是因为某只笨鸟被绑在了船桅之上，而我误食塔波香草失去灵力，别无他法。你怎么只会傻笑？你真这么想？听起来好像也不错。我可不想有什么第三次。希望某人能保护好自己，不要让人操心。在回迷失之海之前，我想去你说的光启城看一看。被某人天马行空的幻想说服了，希望他不是在说谎。连誓言都发得这么不切实际，你说的这些永远都不会发生。在大海里待久了，有点无聊。
还好吗？别说话，马上就好了。你经常梦到我，是怎样的梦？这一次，你的愿望不会落空。用我身体里的灵气，去唤醒一只落水的笨鸟。脸这么红，伤口还在疼吗？我救你的速度可能会赶不上你上贼船的积极程度。这次载你过来的船长不是之前那个，陌生人的船你竟然都敢上，只是刚好路过。你还要在我的身上摸多久？只是觉得放着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就用上。好了，既然你没事了，就跟我走吧。你难道想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吗？看来这15年的时间，你都用在学习这些花言巧语上了。不必了。再看一只不会抖落水珠的笨鸟是怎么着凉的。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，当然，照顾你还是绰绰有余。小心，伤到了吗？我忘了你们人类看东西的能力很有限，所以才建造了灯塔来指引方向。当然不是。你想要的温暖火光。很久不见了。
他和别的人类不同，他不会吃你们，也不会伤害你们。你们可以像相信我一样去相信他。他在向你招手，你可以碰一碰他的花苞。这已经是你今天第7次腿酸了，很难不怀疑你是不是在骗我。上来吧。你看到的是过去的记忆。你相信大地也有记忆吗？所有的人都会遗忘，我也会逐渐忘记过去所经历的事。但是这片土地不一样，它会为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灵魂保存此处的记忆。这里是福陵岛，在灵族古老的语言中，这个名字的原意是昨日之岛。灵族传说，福陵岛是自然与万物的源泉，时间与空间的折叠点。在这座岛屿上，当你触碰到与自己相关的印记时，那些记忆就会浮现在你的眼前。我当然没法和一棵千年老针树比年龄。看来得让你摔一次，你才会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。我又不能一直在你身边。没什么。这不是你的问题。福陵岛是灵族的领地，人类关于这里的记忆会随着距离的拉远和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，直到消失。消失的前提是你和这里的一切都断开联系，但你每年都会来这里找我，可能这就是你没遗忘的原因。你不属于这里，离开是迟早的事情。
既然必须要分开，带着有缺憾的记忆，也只会徒增难过。只不过，有些事超出了我的预料。没什么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所以我用灵力唤醒了福陵岛尘封已久的大地之力，储存了你的记忆。这么大了，还想撒娇耍赖？就不应该让你想起这些。机会只有一次，我可不会再被你骗第二次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还想喝榛果糖浆吗？既然你喜欢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树洞里应该还剩几颗榛果吧？不然你以为上次我是怎么骗到他的？我很像做坏事的人吗？在我这里，惩罚从来就不需要等到以后。又在动什么歪心思了？不是谁都有足够的灵力来使用这个沙盘，并且我们灵族有禁令，任何人都不可以随意动它。再不走，那只比你还笨的松鼠就要回来了。把自己跟一只松鼠做比较，还说不笨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你一定不会接受这样的自己。其实你你在鬼叫些什么？我只是答应让你回去，可没说让你一个人回去。这是让你记住我的最好办法。
我还没来得及说，某个笨蛋就头也不回地上了船。怎么还在傻乎乎地拍自己的脸？这下确定不是梦了。在这种时候，你的判断倒是意外的敏锐。随便你怎么理解。你很喜欢星星。拿好了，这是属于你的星星，这是大海的星辰。喜欢的话，它就属于你了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要摸这里。这里沾到了什么吗？好痒。这里沾到了什么吗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伸手。这是来自海洋的星星。
趴下。想去哪里？谁让你笨手笨脚的，把船桨都弄丢了？到了。那就走吧。你穿的这么好看，弄脏了可不好。你可以再大声一点，这样整个光启城都知道我不是人类了。女王陛下，你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。我根本不需要他们接受我，与其把精力花费在这上面，还不如多休息一会儿。你一大早就开始处理正事，现在居然还这么有精力。看来这些年你在说甜言蜜语方面的确下了不少功夫。热不热闹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我大多都在周围的海域里活动，就算上岛也会避开人多的地方。樱桃派的确还不错，我忘了，
覆盆子酒里加点蜂蜜也不错。帮我把那边桌子上的蜂蜜罐拿过来。除了蜂蜜，你就没有发现点别的？这么开心，看来我低估了食物对你的诱惑力。别多想，我只是觉得有只笨鸟在旁边叽叽喳喳，日子好像也就没那么无聊了。